比如说像我，很多人就会说啊，你根本就是绿的，你不是中立的，你为什么要说你不是绿的什么之类。如果说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最终还是会被人家说啊，你就是绿的，那还有谁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我们的强者我朋友。那镜头外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今天也会一起来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好，那今天来宾呢是曾经让许多网友都梦想成为大安区居民的苗博雅议员。那苗博雅到底强在哪里呢？首先，2018年他在被认为是最保守的文山还有大安选区以公开出柜，再加上坚持废死的立场当选了台北市议员，还在2022年以第2高票连任成功。再来呢，他也是至今唯一一位的社民党籍的公职人员，而今年呢更是在大安区的立委选战当中以历年来最小的差距输给了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越战越勇的苗博雅议员。可以请你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吗？ Hello， 志祺好，还有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好，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要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一本呢都能够让你向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最低6折起结账，输入77推荐，还有再9折，让芒果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那首先我们就想要问一下议员，你这一次立委落选了之后，就除了继续把议员当完之外，有安排下一步了吗？下一步就是好好把工作做好吧，持续为大安区跟文山区的民众来服务嘛。在台北市议会里面，把我们本来被选民托付的工作，还是持续的做好。那这次应该有一些战友，他落选后是会直接面临没有工作的这个状况。那政治工作者们，他们通常在这个空窗期，会做些哪些事情啊？不管当选或落选的，好像也都没什么机会可以休假，因为当选的话，2月1号就要到立法院报到嘛，所以你大概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把选举的事情做收尾，然后准备新的工作。像以我个人来讲，在选举的期间，同时议会的工作在进行，选务也在进行。对。那现在选完之后，陈情案件、服务案件是比当初选前还要更多的。因为大家说啊，你有参选，然后他知道你这个人之后，他有更多机会来跟你陈情，然后这样一路排下来，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把这处理完嘛。结果我们台北市议会4月8号就要开议。所以很快又接到下一个会期的时间了。我觉得政治工作是这样啦，有事做其实是好事，因为如果我们没事做的话，就代表可能大家不需要我们。但是这样子不会太多嘛？我每次在看一些我认识的议员朋友，他们的那种工作的内容跟他们的行程紧凑程度，我想说，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变得才有点过忙吗？还是其实大部分的人不会像他们这么的认真在做，所以也不会那么的忙碌？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对于民主政治人物的期待很高。像其实很多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都可以公开的休假。像美国总统，他甚至有一个休假度假的地方是 David Camp 大卫营，就是美国总统只要去那边的意思，就是他昭告天下说他在休假。然后法国的总统其实每一年暑假的期间或者是圣诞节期间，他也是可以休假的。可是，在台湾，不管哪一个党执政，你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总统告诉大家说，我现在休假。就算是春节好了，初一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看到很多政治人物在外面发议员红包？没错，就是这种的，这些其实通通都是工作。所以对于政治人物来讲，好像休假这2个字是一个禁忌。即使你真的有休假的时候，大家通常是非常非常低调。曾经有人讨论过这样的议题吗？就是认为大家的实在是太过忙碌，这并不符合一个健康的系统。最近立法院就在讨论啊，有人在说啊，立法院什么时候要开始开会？对不对？然后有人说2月23，但有人说2月23太晚了吧？怎么百工百业里面有哪一个行业是到2月底才开工的？但是其实平心而论啦，政治人物的开工不一定等于开会。我们议会里面所有的同事，我相信不分党派，绝对不是只有开会的时候才在工作。相反的，其实我们几乎1年365天都在工作。那有些人问说啊，你民意代表你不开会的时候，你工作要做什么？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在地方上了解民意的需求，然后我们要跟各种不同的社团要认识，要了解说，大家现在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可以协助来解决。那就像我们也不会去怀疑说大学教授寒暑假都在家里面睡觉嘛，
所以我们好像也不会要求说啊，你这过年过完之后，大年初六教授都给我进教室上课啦。因为大家明白说，其实教授的工作不只是教课，不是只有在教室才叫上班。可是因为大家对于民代的工作可能比较陌生，做过民代的人真的很少，所以大家就会有印象说，我只要没有看到你在议会开会，你可能就是在睡觉打算偷懒。但其实你如果遇到一件什么事情啊，灯不亮路不平水沟不通，你是不是打电话过去，在上班时间他们随时都有人接电话？对，打电话你总是找到民代帮你服务。如果是的话，那就代表对他们在上班，不然不会有人接你电话。那很有趣的是，你会发觉到说，除了新闻上在报道的大的事情之外，其实真正的一般基层民众他想得到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有没有当选了之后，你才发现哇，这个也是你的工作范围？我讲一个鸽子的故事好。有一次我的主任跟我讲说，要接到一通电话，就是有一个民众过来抱怨说，我们台北市现在禁止随便乱喂鸽子，他就说。这样鸽子就很可怜啦，因为鸽子会饿啊，他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他就是在找民意代表。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一方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法规嘛，就是说现在法规确实禁止你随便乱喂各种的路边的动物，因为那是要为了维持整个环境嘛。那可是我知道法规之后，我不能直接跟民众说啊，法令就说不能喂啊，不然你是想怎样？我们不能这样子跟他讲，我们要跟他解释说为什么，然后要说服他。那如果不能说服他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比如说像这个民众呢，后来呢，他就跑到网络上面的这个鸽子社团去，要公审我。就是他说，我们打电话给苗博雅议员，结果他们都不关心鸽子，然后万一鸽子饿死怎么办？这其实也是一种很进步价值的思维。就是已经关心到人以外的，就是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各式各样，像有人比如说会不时打来说，哪里的红绿灯坏掉了，要报修，然后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公园里面少了一些什么油具，或者是他想要多加一些老人体健设施什么。那我们不是接了电话之后就算了呢，要找市府的相关单位人来，然后大家一起到现场看，然后决定说，如果我们要施工做改善的话，要做什么，还要确定说弄多久会好，2个星期还是1个月还是多久？所以其实大家一通电话进来之后，可能就是一个长达半个月、1个月的案子要处理。所以这些东西累积起来，通通都是议会直播镜头之外看不到的事情。因为你也是小党出身的吧？那你怎么看目前这个立法院席次分布的一个状况？这就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对我们政治人物来说，人民做的选择，我们一定要尊重，一定要接受。然后要依照人民做的选择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现在人民选出来的选择就是台湾历史上第2次的立院3党不过半。第一次是在2000年，当时阿扁选上总统，然后在立法院里面，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3个党都不过半。民进党的席次是最多，可是国亲加起来是过半。当时就是有相当多陈水扁总统他推动的政策没有办法得到国会过半数的支持，然后也导致了蛮多的政治僵局。那这一次又再一次人民选出了3党不过半，那只是跟上次有点不一样的是，执政的民进党也不是最大党，现在是国民党是最大党，对，然后国民党跟民众党加起来是过半。那所以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我认为赖清德总统或者是说未来的新的行政院长，可能就是要花更多心思在立法院里面去做政策的沟通。然后第2个部分就是很多大家期待的社会议题或者是进步的改革，可能都不会再有大家所想象的这么快的推动。所以在未来的国会，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朝野协商，然后你在里面可能会看到更多难以解决的事情。不过我觉得民主就是一个所有的人一起学习的历程。大家其实也不是说只有投票那一天是国家的主人啊。1年365天，我们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所以在接下来4年，我觉得台湾应该会再经历一次对于民主更深的认识跟成长。那这一次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的小党真的都没有办法继续的存续了。那你觉得未来台湾的小党还有生存的空间吗？当然，我个人的话是觉得，像这次时代力量没有继续留在国会是很可惜的。那我自己社民党提名参选，但是因为我个人努力不够关系，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国会，这也是我自己要再加油的地方。但毕竟一个国家的政治风貌最大
大的决定因素只有2个，第一个是制度，像现在我们立委是单一选区制，那政治学教科书写得很清楚，告诉我们单一选区制就是形成2大党或2大政治集团。第二个是民意啦，就是说台湾到底对于你把选票托付给小党的候选人，到底是抱持着一种大家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还是大家比较怀疑投给小党的意义，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对于小党的期待有一点就是说，对，我非常的希望台湾有多元不同的政党，可是当今天蓝绿2大党以外的选择真的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又会很新奇的想要把它归类成你到底是哪一边。比如说像我，很多人就会说啊，你根本就是绿的，你不是中立的，你为什么要说你不是绿的什么之类。如果说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最终还是会被人家说啊，你就是绿的，那还有谁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大家比较会是用非黑即白的。对，那像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不利小党生存的氛围啊。所以小党的未来其实不是完全掌握在小党政治工作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真正有决定权的就是民众。好像我对于时代力量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是说，大家也都很努力的想要把时代力量去做一个鉴定，就是它到底蓝还是绿。有的时候它就夹在中间，会变成说好像蓝的也觉得它是绿的，绿的都觉得它是蓝的，那慢慢的它就会失去它自己在市场上面的定位。这个是民众做出来的抉择，那我们现阶段当然要尊重和接受了。制度的设计本来就是不利小党生存嘛。那现在在台湾的选举制度里面，小党唯一有发挥空间的其实就是地方议会的选举，因为它是多席次。如果你永远都只有地方议员的话，你这个政党是没有办法影响任何全国性的议题、全国性的政策的。国会的选制还没有改变之前，而且改变很困难，那需要修宪。大家可能就要体认到，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所有的小党它一定会在偏绿或偏蓝当中选一边，它才有生存的空间，否则它永远没办法突破进到国会当中。好，我们刚刚讲了一点有点沉重的事情，觉得好像压力很大。我们来讲一点有趣好，就在这次的选举过程当中，我们发生过什么很有趣或很傻眼的事情，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选举当中经历过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在选前的9天做了24小时不断电的直播。对，你那个骑脚踏车嘛，都是跑来跑去。对，这件事情它最后造成的效益跟感受是远超过我本身想象的。我们这一次跟对手最大的区隔就是我们不怕接受任何的检验，那我就做一个最彻底的，就是让所有人随时都可以来检验我的一举一动的事情。我说好，那我们就做24小时直播，除了洗澡、上厕所跟睡觉不播的话，其他全部都播。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团队也觉得蛮冒险，镜头就是这样嘛，他会把人的优点跟缺点都放大，就是你整个缺点被抓到之后，它还可以被不断的重复的播送嘛。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要给我们自己这个挑战。结果在播这个9天当中，我都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是网路确实打破了空间的限制，把人连在一起。那一开始发现是因为我从那个我们直播聊天室里面，网友会自己开始聊天。就算是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时间会去播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咨询的影片啊什么什么，然后已经3更半夜了，竟然还有几百个人在那边自己聊天。太扯了啊！对，我看起来会觉得啊，那其实是一个世界，你知道吗？虽然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可是大家是透过了这个直播的平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一个社群。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访谈我们现在有一个世界线在那进行。对。可是当有一个镜头随时都在旁边的时候，这个世界线透过镜头，它会衍生出另外一个世界线。就是它会衍生出别的诠释，别的人在观看我的生活。就是你非主体性，你好像某种分灵体也参与了那边，然后在那个世界上面进行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实验。对，然后最妙的是呢，另外一个世界线会透过，因为我会看聊天室，所以又会回到这边我的世界线里面来。节点产生了。对，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感受，然后而且它是连续9天都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在这次选举里面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有感觉跟选民的距离更近吗？我觉得我有更认识选民。我本来想象的是透过这镜头，选民可以更认识我。他确实展露了很多我平常在新闻上面那10几20秒看不到的特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透过这个更了解说选民之间彼此在聊的是什么，大家关注的是什么。然后大家透过了镜头看到的我，其实有时候是连我自己都没注意的我。
那这边我想要帮网友问一个问题，很多你9年前提的政策，其实现在还是一样在坚持嘛？可是大家常常在你身上贴的标签不是这些议题，大家在你身上贴的标签其实是废死的这个立场。这个废死的标签在选战当中对你来说是扣分多还是加分多？如果你要问这个死刑的议题在选战当中，当然我的对手他在选战的后期几乎是只主打这个议题嘛，所以答案不用问，当然就是他觉得这个议题会大量的影响到我的选情，不然他不会在家家户户塞了传单，到处立看板，然后还发了全国的简讯，打了全国的电话，在宣传这件事情。在台湾有哪一个总统候选人提出政见说要废除死刑吗？好像没有吧。有哪一个主要政党说他们进入国会之后就要全力来推动废除死刑吗？好像也没有吧。那为什么这个议题会突然变成在大安区立委选战当中好像最重要的议题？它背后其实就是一个选举的议题设定跟操弄，就是有人要你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议题，但实际上对我来讲，我们未来的国会要优先处理的哪是死刑的议题啊？不管是内政的居住正义也好，人本交通也好，劳动环境、长照幼托，或者是外交或是国防，这才是我们的新国会要优先处理的关键的议题嘛。那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一场选战当中，这些关键的议题完全没有机会辩论？最后在倒数10天的时候，有一个候选人，他只想讨论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或主要政党提出来的东西。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不希望我当选，他只要选民看到这个，他不要选民看到任何其他面向。那我也相信一时的选举的操作，它终究会过去。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长期的检验，到底在4年之后，我们大安区有没有因为当选的立法委员而有了更多的进步？我们的国家有没有因为现在立法院里面这113席立法委员有了更多的进步？那我也相信在4年之内也不会有主要的政党提出说他的政见主张是要废除死刑啦。那我另外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你身上有很多不大众的标签嘛，例如像同性恋、废死或小党，但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跟你的立场是接近的，他可能一样关心这个议题，但他不需要把这些标签亮出来。你会怎么会选择以公开这些标签的方式来参选呢？我不太会隐藏什么事情啊。以同志身份来讲好了，我其实从小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到了选举的时候，突然告诉大家说，我不是喜欢女生，我是喜欢男生，我看也没人会相信吧。第一个我不需要去隐藏这个，第二个是说，即便我去隐藏了，像是我在选举的时候，有一些关心我的长辈就会善意建议他说：“哎呀，你这个要不要头发留长一点啊？然后穿着女性化一点啊，最好文宣都用粉红色啊，这样。”他是好意，他真的是好意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我用了这样的方式而胜选，那我想我是带给很多的同志青少年更多的打击，因为他们会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人物，他必须要完全改变他自己才能选上。那意思就是对于这些青少年是再一次否定嘛。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你有一些特质是社会所不喜欢的，你还是有可能透过自己的诚恳努力打拼而获得成功。那这样以后的年轻人看到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好吧，那我有一个可以打拼的方向。未来你说要走小党路线，走自己路线的议员候选人，也许他得看到参考一个成功的案例说苗博雅这样也选上过，这条路可能是走得通。这次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事是大家可能会在意的，就是说有所谓的这种进步价值的候选人，他们大家都没有选上，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选举的输赢很难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就像我自己，我选输但是我希望我的支持者可以理解，这个失败是苗博雅个人的失败，不是我们所主张的理念价值的失败，这很重要。因为把自己跟理念价值划等号，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傲慢的事情。比如说柯文哲没有选上总统，并不是因为台湾人不喜欢科学理性务实啊，我们自己的失败单纯就是我们自己没选上。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我们个人的竞选策略出了问题，或是我个人努力不够，没有说服足够多的选民，所以大家不要对这些事情就因此感到对台湾民主失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必须对民主有一个正确的想象，我们认为进步的价值对别人来说可能很惊吓，对吧？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它可能损害到了别人的利益。所以民主社会里面我觉得那种我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态度有点危险，因为政治的本质它是一个最小妥协的艺术。我今天带着我的理念价值来这里，我要如何让它实现呢？
一定是必须跟其他不同意见的人讨论出一个暂时的共识，能够达到最小妥协的那个程度，才是政治的功力之所在啦。我们可以在想说，哎，我的意见是这样啊，你的意见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有没有什么方法是我们都可以接受的？我们想出一个我们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暂时的共识，今天先决定这样嘛。过了3年5年，我们可以看看需不需要调整，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所以这一次选举，当然人民做出选择，但是也不用永远的失望，因为永远有下次选举。我们只要确保我们永远还有下一次选举，那这些我们所期待的改革，它就永远都有那个希望存在。这一次你立委的选战，其实有办很多街头演讲。现在其实网络上面的那个激化跟冲突真的很严重，你会调配这个比例吗？比如说网络上面的讨论要占多少，你实际上街头讨论要占多少？我反而是希望线上线下的讨论可以相互流动。像我这一次在那9天的直播里面，其实也看到啊，我在街头上面讲我政见的时候，就会有跟我不同意见的人来挑战我。那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网络上不同意见的具象化。你以前看到这些意见，你都觉得它只是一条留言，但现在它出来，它是一个人站在那哦。好，那我们就对话。那这个对话呢，透过我们的直播镜头，一定也会对于正在看这个画面的人产生影响啊。然后同时，因为我们还有报道这个现场的人，比如说新闻媒体，他们就会不只把这个画面截录出来，又把网友的反应截录出来，他又会再去刺激另外一波的讨论。现在除了第一现场之外，网络上的讨论跟诠释，它叫做第二现场。第二现场有时候才是那个舆论发酵的所在地。然后每一层的传播都有社群，所以就会有第3、第4、第5个各种不同的现场会出来，各种小宇宙有时候会形成平行宇宙。就是第一现场的事情传递到第2或第3现场的时候，它已经变得完全截然不同了。这有点像作者已死，你不能控制别人怎么诠释。对，就是诠释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些现场彼此都打通连接在一起的话，你反而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大家都接触到更均等的讯息，让他们互相知道彼此所得知的资讯，搞不好就是一个找出共识的机会哦。好，这很困难，非常的困难。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还想要跟我们自己77的观众分享？我觉得自己77的观众一定是社会上一群相对的想法比较可以接受变动的人。你会提出正反不同的观点，然后丢给大家一起聊聊。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在民主社会是很珍贵的。我觉得我们永远都要保持自己有被说服的可能性，我们才能够相信别人也有被说服的可能性嘛。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社会的不同意见当中找出的共识。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开始渐渐感觉到人不是那么扁平的。对。就如果我们在一个2D 的世界，你就会觉得人好像就是这样子，但其实你可能有100项里面，其实只有几项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必要去特别放大那些吗？还是我们应该更关注我们其实一样的部分，我们更多去关注自己彼此没有那么多差异而是相似的部分的时候，我觉得讨论的空间好像就被撑出来。对，这是民主社会要迈向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苗博议员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不要忘了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了你，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